各位家长大家好，我是蒋贵枝老师，目前担任2年2班的导师。那我现在要说明的是我们的中文课程。那附小的中文课程一直以来是我们的强项，而且呢备受家长的肯定。我们的中文教学呢非常有系统，那这个系统很庞大，但是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可能只能就1年级的部分做详细的解说。好，首先呢，想一下我们的那个中文课程的特色。第一个，我们一定从注音符号开始教起，不管小朋友幼稚园有没有学，我们都是从头教起，就好像在盖房子一样，地基一定要打稳。所以注音符号这个基础呢，一进来前10周一定会在扎实的上过。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中文课程要培养学生4大能力：听、说、读、写，通通一起并进。第3个是我们的教学大量的给予小朋友表达的机会，我们鼓励小朋友表达包括口语上的表达以及他书写上的表达。在我们学校非常重视孩子个人的想法，而且我们鼓励他们。然后就是让他们说出他们自己的感受，或者是把它写下来。在我们的中文课程里面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机会让他们练习。再来就是我们的教学非常的多元，因为我们希望用比较有趣的、生动的方式激起小朋友想要上课，就是激起他们想学习的动机，让他们呢主动学习。一个孩子的主动，就是他的动机被激发之后，他会自己很想去学习，而且他会乐在学习。那为了要达到这些的那个效果，我们等一下呢，我用我们的课堂上的上课方式，以及我们学校的特色教学来说明一下，如何在学校里达到这些我们预定的目标跟特色。首先，前10周的注音符号课程呢，我们使用的教材就是康轩版的手册。那接下来10周之后才会进入国语课程。那虽然我们是用康轩版的，似乎跟别的学校是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同样的食材，不同的厨师来煮，它会有不同的味道。那虽然我们是用康轩版，但是我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教学团队，我们会用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教学，会让孩子呢学到的东西是跟以前用100年的教材呢是相同的，虽然教材换了，并且呢我们也会把以前板桥研习的这一套教材变成补充教材，在每一个班级的教室里面都有完整的课本，每一个小孩会有1本。在老师在那个教学的过程当中有需要补充的时候，都会拿出来作为补充教材。好，那我们注音符号课程呢，前10周都在上注音符号，我们会用比较有趣的方式让小朋友学习，所以即使他以前在幼儿园学过，他也不会感觉到无聊。那我们是专门在教注音符号的老师，所以我们会用最有效的方法，在10周之内让孩子学好注音符号。所以各位家长，这个不用太担心，交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我们的中文课程呢，希望同时可以达到这些目的呢，就是小孩子可以读，而且他要专心、有礼貌的读。再来能听，有礼貌的听，听出重点；能说，他能有思考的说，而且他说出来是要很有组织的。最后他要能写，而且他喜欢写。好，那我用我们的一堂课，就是一个课文的上课方式，让家长了解一下如何在上课当中同时培养小朋友听说读写4个能力。好像我们现在呢，这是二上的一个课文哈，那是一篇故事。那这个故事呢，一开始会叫小朋友先不用拿书，老师读，他要安静的听，他要听老师读。读完之后呢，老师会提问，问一些有趣的问题，看看他刚才是否有把老师所念的这个课文呢听进去。那听完之后呢，接下来请他们拿出课本，换他们来读。
安静的读。但是他在读之前，老师会请他们不是随便乱读，教他方法。因为一个故事呢，不管它的故事长或短，你只要可以掌握它5个最主要的结构，你就看得懂这个文章。所以会跟他们说，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它有5个基本的要件，你要把这5个基本要件读出来，看它在文章里面的哪里。哈，它主要的角色、时间、地点、主要问题、事情经过跟结果。所以小朋友要很安静的读，而且是有目标的在读，把这5个重点找出来。找出来之后呢，我们要进行分组讨论。我们呢上课的时候会让小朋友分组，因为这是合作学习的一种方式，然后让他们可以说出来他的想法跟看法，互相就是同侪之间交换意见。在讨论之前，会让他们知道该如何进行讨论，因为我们低年级的小孩都很可爱，很听话，但是容易忘记。好，这是他们的特点。他很想听老师的话，可是他常常就忘记了。所以在讨论之前，我们就会先跟小朋友提醒，小组讨论的时候你该注意什么。好，这些都会一再的提醒。我相信经过不断的提醒，他会内化到他的心里面。那接下来渐渐的提醒就可以越来越少。可是，一刚开始就是要不断的提醒。好，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进行讨论。那在讨论的时候呢，老师就是巡视，看他们在讨论。如果有哪一组声音特别太大声，吵到别人，老师会去提醒他们小声一点，不要干扰到别组。好，要尊重别人。那讨论完之后呢，请他们每一组派1个小朋友上来做报告。那每一组呢，讲一个重点。比如说第一组，请他们出来说一说这个故事的时间、地点是什么？啊，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地点在哪里？那可能第2组就是出来说这个故事里面主要的角色有哪些？那第3组就是这个主要的发生的问题又是什么？所以他们开始呢要上来报告呢，老师要再次提醒，因为上台报告的音量跟在下面讨论的音量跟他所要注意的事情是不相同的，所以要上来之前再次提醒。上来报告的小朋友需要注意什么？那么提醒完之后呢，开始请他们上台。那这个就是一组一组上来哈，一组一组上来的时候呢，他们讲的老师就会写在上面，所以我的板书就是字就会越来越多，整个结构就会完整的找出来。那么这一段时间都是小孩在说话，老师说话的时间比较少，我只是在旁边下指导语，跟要是有时候需要做一些提示跟讲解的时候才补充。好，那最后等到整个5个结构都找出来之后呢，再请1个小朋友上来，看着这个结构图，把这一篇文章的大意讲出来。我们是这样在训练小朋友找出一个故事，然后用最简短的文字把整个内容大意讲出来。好，那这个是我们在训练听跟说的，听说跟读的部分。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写的部分了。那我们知道小朋友通常比较不喜欢写字，所以呢，我们就要想办法让他想写，激发他想写的动机。所以呢，我们是希望他可以把整个结构图写下来。可是如果叫他只是把这些字写出来，他可能觉得很无聊。所以呢，就要设计。那我就跟小朋友说，你可以把这个结构图用任何你喜爱的图案给它包装起来，让它很漂亮。到时候我们来看看小朋友画出来是不是很有创意。那我就提供一个范例，哈，这是我提供的范例给他们看，类似像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他们就开始进行创作，他们非常喜欢，很爱写，好，那也很奇怪，明明就是在写字，可是因为有包装，他就觉得很好玩。那他们的作品呢，就很多样化，就有的用蝴蝶啊，有的用金鱼啊，有毛毛虫啊，有手啊，哈，各式各样都有，直的横的都有。那但是这个内容通通都是我要的那5个结构，好，那其中这个呢有比较特别的，像这个我觉得很可爱，家长看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足球，然后他的脚，因为这小孩很喜欢踢足球，我觉得他好有创意。好，那这一张，我觉得这张也很有趣，我看了很久，
对，棒球，棒球球场啊，他很喜欢棒球，所以我觉得就是用一点点花样下去，让他喜欢写，而且他们一面写一面很开心，然后写完还问说：“老师，你看得懂吗？我画什么？”我看了好久，可是我猜出来了，所以他说：“老师你好厉害哦！”啊，对啊，因为可是我也觉得很有趣，我觉得低年级的东西很好玩，很有趣。那这个就是写的部分。那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呢，我们会进行延伸写作。那这个故事就是在讲小熊它怎么喝水啊，就是瓶子里面的水，那它学乌鸦丢石头进去慢慢喝这样。那我们就会说，那你想想看，别的动物要怎么喝水？小朋友喜欢这种问题哦，没有标准答案。然后就开始，老师我知道，然后就天马行空讲了好多，但是都好有趣哦，很多都是我根本没有想过的。那么我们讨论之后呢，就跟他们说，好，大家都讲得非常好，我们呢下午要来把它写出来。那小朋友真的很可爱，他们很喜欢写。那就小朋友过来问我说，老师下午你有第1节跟第3节，请问一下你要在哪一节课写？我说应该是第3节。啊，还有那么久哦。好，对，那我觉得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很开心。我想引起他们想写的动机，我做到了，因为他想写。那这个接下来呢，写就开始，在写的时候哈，图文，那这个很可爱。我跟他们说，动物们怎么喝水，你可以写1个就好，但是你要包含故事5个结构，因为我们刚才是从故事里面找出5个结构，但是现在我们想反推回去，你要看着这5个结构去写出一个故事。你的故事要完整，中间要有5个结构，就是刚才说的那5个重点，时间、地点啊、原因啊、经过啊、结果都要有。你反推回去，你的文章里面必须要有这些内容。那小朋友就说：“老师，我只能写1种吗？一种动物吗？”那我的回答是都可以。你想写1种就写1种啊，你想2种也可以。如果你超级厉害，写3种那更是不得了。哦啊，这个小孩就说，那我要写3种，所以这个小孩就写了3种。他写了3种动物，而且还有好多漫画，就是小格的漫画。他写得很高兴啊哈。他先写那个小熊喝水，他拿起来就喝了。啊，小狗想喝水，他就跳到桌上，把瓶子弄倒，然后舔一舔也喝了。然后最后呢，是小老鼠们也很想喝，就摇一摇桌子，让牛奶滴下来，也把牛奶给喝光了。这都可以啊，我觉得好有趣啊哈。那这个小孩也是，他也写3种，这个也很可爱。他说长颈鹿要喝水，那怎么喝呢？就是用它的尾巴把水靠近它的脖子，然后它的脖子再转过去喝水啊。啊，第2个他说乌龟也想喝水，他倒在那边，他说乌龟的手，他觉得这个上面是手，然后还有它的脚撑着，然后这样子喝水，这是他说的哈。然后第3个呢，小狗来了，很想喝水，他就把瓶子弄倒，他就把水喝光了。最后大家都很开心，希望还有下一次的幸运日哦。他觉得喝到水很幸运，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可爱。那还有小朋友是写1种而已，这是写1只小蛇，说他很想喝水，可是他思考之后觉得他的嘴巴也不像小鸟一样尖尖的，到底怎么喝水？后来突然想到呢，他的身体很细长，直接钻进去就可以了，所以他也喝到水了，开心的回家了。啊，这个就是一篇课文，听说读写，整个给孩子的就是练习训练的过程。那我们小朋友呢，写作呢是有阶段性的要求，像低年级的话呢，1年级刚进来，注音符号，那么大部分就是图很多啊，字比较少。但是会用各种不同的图案让他喜欢写。啊，有时候他只是喜欢画画，可是因为喜欢画画，中间也写字，他就觉得很喜爱。那接下来渐渐的，我们就会要求比较格式化的东西，比如说童诗，那童诗就要有一定的格式，童诗的写法该怎么写？渐渐要求写的那个格式，应用文啊，比如说写一封书信。它应该要怎么样空2格啊？第1段怎么样？第2段怎么样？最后结语怎么写？祝福语怎么写？啊，这些渐渐的要求它要合乎格式。那接下来到2上的时候呢，大家应该都有发现，现在图呢越来越少，渐渐的图会变少，文字要变多。啊，所以2年级之后就可以写这样子。
它也是一个故事啊，就是白熊跟黑熊怎么样过桥。那它也是要包含那5个要件下去写。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在学注音符号，所以有另外一个要求，就是你的文章里面要有对话，对话当中要使用到引号跟冒号，就是有每次的写作都有它不同的目标，渐进式的让它慢慢的从喜爱写作当中呢，建立正确的写作的格式，跟他就是能写作这个能力。渐渐就可以做小书，所以我们后面很多都是小书，就是小朋友自己做的。这是小书。好，那刚刚提到的是写的部分，那关于说的部分呢，我们学校也非常的重视。那除了课堂上老师教导，每一课都会教导朗读。正确的读出这个课文的感情，哈。除了课堂上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特色教学，像全校性的演说活动是1到6年级的小朋友都要参加，而且是每一位孩子都要参加。那低年级呢，他是讲故事；3年级以上，他是自己写作文，然后发表演说。1年级就是找一篇故事，他喜欢的故事来说，每一个小朋友都要上台哦。我们对待每一个孩子是公平的，他要有相同公平的机会练习。我们不是挑精英出来训练。那所以每一个小孩在亲师座谈会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家长说，这个学期有这样的活动，那请家长要配合。这个活动家长一定要配合，因为光是靠老师的话力量不够，所以会在起初就让家长知道有这个活动，然后开始挑选他喜欢的故事。